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97年 Terry 啱啱度過咗佢嘅39歲生日，丈夫 Ned 送咗一份佢夢寐以求嘅生日禮物俾佢。Terry 非常興奮，因為 Ned 終於同意俾佢進行抽脂手術。Terry 係4個細路嘅媽媽，佢喺生產之後就有咗好大嘅肚腩。佢嘗試咗好多種方法減肥，包括節食同埋跑步，但係就一直都冇辦法瘦身。Terry 喺紐約市揾到咗一位整容醫生 Dr. Anthony 幫佢進行抽脂手術。Anthony 醫生因為發明咗 Snap-on 套皮而聲名大噪。簡單嚟講， Snap-on 套皮就係一種嵌入式嘅假髮，患者必須先通過手術喺頭骨上嵌入螺帽，之後就可以佩戴呢種假髮啦。佢從23歲起就開始面對脫髮問題，所以先至會突發奇想發明呢種假髮，而佢自己亦都成為咗呢種假髮嘅第一位顧客。Terry 對 Anthony 醫生嘅印象好好，佢喺整個諮詢嘅過程中都俾咗 Terry 好安心嘅感覺，而且價錢亦都非常親民，所以 Terry 亦都對 Anthony 醫生好有信心，並同佢落實咗進行抽脂手術嘅時間。1997年6月 Terry 嚟到咗 Anthony 醫生嘅診所進行手術，然而呢一次嘅手術就留低咗令佢畢生難忘嘅痛苦。喺進行咗簡單嘅說明之後， Terry 就被帶咗入手術室。呢個手術室坐落喺診所嘅地下室，需要落2條樓梯先至可以到達。呢個手術室相對簡陋，器材設備亦都唔多，同一般嘅手術室相差好遠。當護士叫 Terry 瞓喺手術台上嘅時候，佢越諗就越覺得唔對路，並打算臨陣退縮。但係 Terry 喺呢個時候已經被注射咗麻醉藥，佢亦都冇辦法控制自己嘅身體，慢慢失去咗知覺。等到佢恢復知覺嘅時候，已經係傍晚5點啦。而丈夫 Ned 亦都已經嚟到咗診所，準備將佢接返屋企。返到屋企之後， Terry 嘅腹部不斷咁流血，滴到成地都係。佢檢查咗自己嘅腹部，發現傷口上有22個釘書釘，但係傷口就冇完全被縫合好，傷口大到幾乎可以將手指伸入去。Terry 非常擔心自己嘅狀況，所以即刻打咗個電話俾 Anthony 醫生。Anthony 醫生同佢講，呢啲情況都係正常嘅術後現象，叫佢唔使擔心。佢叮囑 Terry 今晚好好休息，並表示佢會喺聽朝過嚟睇佢。深夜時分， Terry 嘅情況唔單止冇好轉，傷口反而仲越嚟越痛。於是丈夫即刻將佢送到急症室。醫生喺幫 Terry 檢查傷口嗰陣，發現佢條腸俾人切斷咗，仲引發咗細菌感染。另外 Anthony 醫生亂針嘅位置亦都切斷咗腹部嘅血液供應，導致腹部組織開始壞死。經過搶救之後， Terry 嘅腹部留低咗一個直徑4寸、深半寸嘅傷口，仲必須喺跟住落嚟嘅幾日時間入邊住院接受治療。有一晚嘅凌晨2點半，Terry 扎醒咗。當佢擘大眼嗰陣，企喺佢面前嘅竟然係 Anthony 醫生。當時佢嘅手上仲拎住 Terry 嘅病歷。之後佢對住 Terry 大嗌，並要求佢即刻出院返屋企。護士聽到聲音之後，即刻過嚟將 Anthony 醫生趕走。幾日之後 Terry 亦都獲准出院返屋企啦。雖然呢單醫療事故明顯係 Anthony 醫生嘅失誤，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一直都冇相關嘅單位正式開 file 調查佢，所以 Anthony 醫生仍然可以若無其事咁繼續開業做生意。直到2個月之後，佢嘅診所又發生咗另一單醫療事故。1997年8月，26歲嘅 Sarah 喺 Anthony 醫生嘅診所進行隆胸手術。除咗 Anthony 醫生之外，當時手術室入邊只有佢嘅妻子兼診所助理 Deborah 同埋一位實習護士，並冇任何註冊麻醉師在場。喺手術進行嘅途中， Sarah 突然之間冇咗心跳，於是 Anthony 醫生即刻幫佢進行 CPR 急救，並叫職員打電話叫救護車。當救護員到達現場嘅時候， Anthony 醫生仲嘗試用衣架幫 Sarah 撐開呼吸道，希望佢可以恢復呼吸。
救護員幫 Sarah 進行急救之後，佢恢復咗心跳。可惜佢喺到達急症室之後就開始陷入昏迷，最終不治身亡。Sarah 嘅驗屍報告指出，佢係因為被注射過量嘅麻醉藥，冇辦法自主呼吸，再加上手術期間並冇使用呼吸器，最終導致佢窒息身亡。事故發生之後， Anthony 嘅醫生執照即刻被凍結，而警方亦都馬上展開咗調查。當日喺手術室嘅實習護士同警方講， Sarah 喺手術嘅過程中突然恢復咗意識，仲嗌咗一聲好痛。之後 Anthony 醫生加大咗佢嘅麻醉藥劑量，令佢再度失去意識。冇幾耐之後， Anthony 醫生嘅妻子 Deborah 留意到 Sarah 嘅氧氣值直線下降，但係 Anthony 醫生並冇理到，反而仲繼續進行手術。之後 Sarah 嘅嘴唇開始發紫，跟住就冇咗心跳。警方對 Anthony 進行咗背景調查，發現 Anthony 竟然唔係註冊嘅整容醫生。Anthony 嘅爸爸 Ralph 係紐約著名嘅外科醫生，喺爸爸嘅薰陶之下， Anthony 亦都立志要成為一位醫生。但係佢嘅成績就一直都冇辦法被美國著名嘅醫學院錄取，所以佢最終只能夠進入 Puerto Rico 嘅醫學院，並取得醫學士學位。之後 Anthony 返到咗美國，打算專攻耳鼻喉專科，但係佢並冇完成相關嘅訓練課程。曾經同佢共事過嘅同事都唔認為佢係一個合格嘅醫生，因為佢嘅醫學知識真係非常有限。即使能力有限， Anthony 都係喺紐約市開咗自己嘅整容診所，並以親民嘅價格提供各種整容手術服務，吸引咗好多顧客。警方搜查咗 Anthony 嘅診所，發現佢嘅手術室根本就唔符合規格，先唔講佢嘅設備有幾咁簡陋，最離譜嘅係佢嘅手術室入邊竟然連最基本嘅急救設備都冇。1998年1月，Anthony 被警方逮捕，當時佢仲稱病人因為麻醉藥而死亡嘅事故一直都喺度發生緊，實屬不幸。同年8月，Anthony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承認咗誤殺嘅罪名。最終 Anthony 被判入獄6個月，緩刑5年，罰款$5000，同埋必須完成25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並被吊銷醫生執照。1999年喺 Anthony 出獄之後，因為冇咗醫生執照，佢一直都冇辦法喺相關嘅領域揾到工作。更加雪上加霜嘅係 Anthony 間屋出邊被不明人士寫低咗大大嘅一個字 Killer。 Anthony 冇咗收入，而家又俾人恐嚇，喺財務同埋心理嘅壓力之下， Anthony 同 Deborah 爆發咗多次嘅拗撬，最後仲決定要離婚。呢個時候 Anthony 嘅媽媽決定幫個仔渡過難關，佢俾咗 Anthony 一筆錢，並勸佢哋唔好輕易離婚。最終兩夫妻都係聽咗媽媽嘅建議，重修舊好。幾個月之後， Deborah 嘅身體開始出現咗問題，佢經常作嘔作悶，手腳麻痹，四肢無力。當時連 Anthony 都唔知道 Deborah 到底有乜嘢病，佢哋睇咗好多醫生，但係醫生都冇辦法俾出一個確切嘅診斷。當時 Anthony 認為係 Deborah 嘅膽囊作怪，所以要求醫生幫佢切除膽囊。不過醫生並唔同意，因為 Deborah 嘅身體太虛弱，手術會攞咗佢條命。冇幾耐之後，佢哋嘅女亦都開始出現咗同媽媽相同嘅症狀。好彩嘅係女女嘅情況比較輕微。嗰年夏天，Deborah 嘅情況急轉直下，佢開始失憶，四肢亦都接近癱瘓嘅狀態，出入都需要輪椅代步。於是 Deborah 再次入院接受治療。呢一次，主診醫生決定要化驗 Deborah 嘅骨髓。化驗結果顯示 Deborah 嘅紅血球細胞已經退化壞死。再結合 Deborah 之前嘅症狀，醫生證實 Deborah 係中咗砷毒。砷亦即係砒霜，毒性非常強。毒理檢測報告顯示 Deborah 嘅體內有每公升29.58毫克嘅砷毒，
比起致命嘅劑量足足高咗幾十倍。所以 Deborah 仲可以保住條命，真係可以話係一個奇蹟。知道咗病因之後，醫生即刻對症下藥，並俾 Deborah 注入咗24小時嘅監護病房。與此同時，醫生亦都對 Anthony 同埋佢嘅一對仔女進行咗毒理檢測，結果顯示女女體內嘅砷含量超標，而 Anthony 兩父子就冇異常。但係 Deborah 兩母女到底係點樣中毒嘅呢？一開始警方懷疑可能係水源出咗問題，但係有關單位對 Anthony 屋企嘅水源進行咗檢測，都冇發現任何嘅問題。之後佢哋開始懷疑會唔會係 Deborah 自己想要服毒自殺。呢個講法令到 Deborah 好嬲，佢表示自己從來都冇自殺嘅諗法，就算佢有，佢亦都唔會選擇咁痛苦嘅方式，更加唔會傷害自己嘅仔女。呢個時候 Anthony 開始懷疑幕後黑手可能係 Sarah 嘅屋企人，佢哋想要令佢嘗試失去妻子嘅感受，作為對佢嘅報復。不過警方並冇輕舉妄動，佢哋首先要確定 Deborah 究竟係幾時俾人投毒㗎。於是佢哋請嚟咗毒理專家檢測 Deborah 嘅頭髮。當毒素喺血液度流動嘅時候，毒素會同毛囊中嘅 keratin 結合，所以當頭髮生長嘅時候，毒素亦都會一直留喺頭髮入邊。人類嘅頭髮每個月大約會長1個 cm， 咁只要用一小撮嘅頭髮做檢測，就可以得知 Deborah 到底係幾時開始俾人投毒㗎。檢測結果顯示，Deborah 喺1999年5月就開始俾人少量投毒，直到7月，佢嘅劑量被加大至80倍。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 Deborah 嘅身體喺初期就慢慢適應咗新毒，就算後期嘅劑量增加，亦都冇即刻對佢造成太大嘅傷害，所以佢先至可以保住條命。另外喺 Deborah 被持續投毒嘅期間， Sarah 嘅屋企人已經搬離咗呢個傷心地，所以佢哋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之後警方詢問 Deborah 嘅女，當佢開始出現症狀嘅時候，到底食過啲乜嘢？佢記得佢當時飲咗一碗湯，冇幾耐之後就開始嘔啦。當日 Anthony 煮咗一煲湯，並為 Deborah 飲咗一碗湯。之後個女見到個煲入邊仲剩低少少湯，所以就滗咗出嚟飲。呢個時候警方知道投毒嘅人就係 Anthony， 於是佢哋申請咗搜查令，搜查 Anthony 嘅屋企。佢哋喺屋入邊發現咗一啲含有砷毒嘅殺蟲藥，亦都揾到咗 Anthony 購買殺蟲藥嘅單據。之後警方揾到咗一份名為 MD Mass Destruction 嘅手稿，內容提到 Anthony 之所以會被釘牌，因為呢個係一場針對佢嘅大陰謀。警方認為 Anthony 搞咗咁多嘢出嚟，就係為咗想要攞翻佢嘅醫生執照。首先佢對 Deborah 投毒，令到佢嘅身體出現症狀。之後佢要求醫生幫 Deborah 切除膽囊，因為佢知道 Deborah 一定冇辦法捱過手術。只要 Deborah 喺手術嘅過程中死亡， Anthony 就可以證明病人喺手術台上死亡係常見嘅事。所以佢唔應該因為 Sarah 嘅死亡而承擔失去醫生執照嘅後果。除此之外，警方相信 Anthony 間屋出邊嘅 killer 字眼，亦都係佢自己寫上去用嚟轉移視線㗎。2000年 Anthony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佢承認咗罪名比較輕嘅1級企圖傷人罪，獲刑15年。與此同時 Deborah 亦都向佢提出咗離婚，並向法庭申請咗人身保護令，阻止佢接近2個仔女。雖然 Deborah 奇蹟咁保住咗條命，但係砷中毒所造成嘅神經損傷，導致佢嘅四肢活動受限，成為咗不可逆轉嘅後遺症。